60年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买家，我没有议价权呢。澳洲你是看我吃饭的，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疫情要干嘛的啊？这个价钱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不行的。60年来不能议价，不可以用人民币，一定要用美元结算。大家仔细看，西芒度开发出来之后，效应会越来越大，像稀土的效应，它竟然一年可以供应6000万吨，所以现在我可以议价了。现在我不看你吃饭的，而且我现在最重要一点，我要用人民币结算，你们有没有意见？这3大矿场他们都同意用人民币来结算，它将来在市场上，它会慢慢取代美元的市场货币地位，会成为继稀土之后中国大陆第2张很重要的王牌吗？60年来，我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买家，我没有议价权呢。东西都是我在买的，我的进口量是最大的。澳洲你是看我吃饭的，我不能讲话，我不能说，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个疫情要干嘛的啊？我们这个价钱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不行的。奇怪了，中国作为最大的铁矿进口、铁砂进口国，60年来你不能议价，然后呢，不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一定要用美元结算。美元结算这个铁矿砂是它占了80%的全球的市场，那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我今天好像完全没有发言权。大家仔细看哦。西芒度这个矿砂厂开发出来之后，它的效应会越来越大，会有点类似像稀土的效应，就是说，西芒度现在我跟西非几内亚签约了，那你能够提供更好的价钱，或是更好的离岸价，或是更好的交通便利的因素吗？没有，中国提供的最好，所以中国也支持你的基础建设，而且悄悄的做。刚才建长讲，你做的时候都没有人看到，等到他把东西弄出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他竟然可以一年可以供应6000万吨。所以现在我可以议价了，中国现在可以议价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都靠必和必拓啊、力拓啊、拜托啊，跟这些公司我们都要讲好，然后现在如果还不够，我们跟巴西啊那个淡水河谷再买一点。现在是巴西的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因为必和必拓是澳洲最大的，是澳洲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全部都答应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西芒度。就是因为我弄的西芒，而且他们有听到风声，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规模有多大。现在约都签了，然后工事都盖好了，然后港口都弄出来了，你才知道说现在我不看你吃饭的，而且我现在最重要一点，我要用人民币结算，你们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这全球3大其中2大是在澳洲嘛，还有一个是巴西的淡水河谷。这3大矿场他们都同意，为什么？同意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所以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当然美元还是强势货币，可是因为在铁矿砂这一部分，中国的发言权现在已经是最大。那你将来都用美元来计算的话，那对于人民币，它将来在市场上以及在世界的发言权上面，其实这个是亦步亦趋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到人民币在世界的贸易市场上，它的流通的程度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高，总有一天它会慢慢取代美元的市场货币地位。中国大陆手上的杀手锏就是稀土，不过现在可能会复制稀土之路，有另外一个第2张中国的必杀杀手锏，也就是它的王牌，就是铁矿了。今天中国大陆在西非这边有正式的另外一个布局，执掌这个叫超级铁矿西芒度。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关心。另外这个铁矿现在过去都是由人民币做交易的，现在确立会由人民币结算，震撼全球。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好，全球都还在关心这个习川会的后续政治的这个烟雾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则是在非洲地区悄悄打开了一场新的地缘经济的新战场，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来关心的这个西芒度的铁矿全面贯通，全长再加上它的配套铁路，一共是长达了552公里，是全球最大的未开发铁矿，存量的部分、储量的部分至少是30亿吨，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视为是大陆正在为下一场硬仗做一个长远的布局。
区。那么为什么中国想要做这样的布局？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全球最大的铁矿买家，但是长期都被澳洲跟巴西2大巨头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决定定价，他们可以决定出价，话语权全部都掌握在这些国家手里。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大陆变成了一个掌局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中国大陆正式出手投资的这个参与开发的西非几内亚的西芒杜铁路矿区已经正式的全面贯通了。它有哪一些很重要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细部的解读。它是位在这个西非几内亚的东南部，跨越了密集的这个高原丛林当中。那么刚刚提到了30亿吨都是这些比较高品质的铁矿石，而且这个地方拥有全球最优质的铁矿，也是最大的未开发铁矿区。那么预计呢，主要的开发方会由这个英国的力拓公司跟大陆的公司一起来做合资开发，首批预计可以在今年底就来出货了。产能现在已经开出来了，已经有一个规划量，30个月内年产量升至6000万吨。为什么这么重要？中国出手这个西芒杜铁路，可以改写全球铁矿游戏规则吗？它会是继稀土之后大陆第2张重要的国际王牌吗？舰长怎么看？我们以前一直听说中国大陆稀土多么的厉害，还有它的制造业怎么样的强大哦。我们只是听一些数据而已。我直到今天看完这个消息以后，新闻以后，才突然第一次领略到，我的天哪，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不可超越。我现在先讲这里的这个矿哦，这个矿叫做西芒杜，很奇怪的一个，它有这个1950年哦，70多年前就发现那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矿，很大，然后大概隔了10几年就知道它是全界在第2大的，它有30亿吨，全界第1大是澳洲48亿吨，第3大是巴西29亿吨，它在中间，但是它的含铁量非常的好，就是它的纯度到了66%到68%。澳洲的铁砂是全界最棒的哦，在这之前，澳洲的铁砂才能够制造最高等的那种钢。它的含铁量是53到62，你就知道差了这么多，差了将近18左右。好，这样子完毕之后，那么长的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去开发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人去投资，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经营权转来转去，一下子卖给苑老师，苑老师花了25亿，一下又卖给思敏，思敏花了30几，又卖了什么3级，一直到现在都没动。后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铝业才第一次去那里，然后投资的就是这个力拓这个公司，他投资了13.5亿，他取得了47%的这个股权。然后完毕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中国铝业中铝，我们叫中铝跟力拓一起在中国，你也要政府同意啊。然后在这里那个新几内亚政府要同意，他们这样隆到了2024年哦，把所有的前置作业做完了。设计图也同步画完了，然后他们在1年之内，从年初到年底，他们把这整个的基建全部做完。这中间包含什么？我说给大家听哦。第一个，他建了一条铁路长600公里，他沿途跨越，因为他那个山起起伏伏的，你知不知道？那为什么以前人家不做？因为那个太难了，你要怎么建这么多桥？300多座桥，然后还有港口，还有矿场的这样的，哇，这个工程非常之大。好，那时候开始做，他们1年做，然后当中外国人这样子讲，他们在那现场看，他说，他们到今天才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么厉害。他们中间有一座桥，长度是307米，公尺那很长啊，307米，高度28米，哇！你想想看，这是7层楼、8层楼的高度这样子，1个月就做完了，基建狂魔，就所有人说，哇，怎么这么厉害？然后2025年的9月，就是上个月，他们第一次开始运了这个矿砂出去。你就从这知道，你知道，不是说你有一个矿哦，你就能够把它做得很好的，因为那个矿不是说就在台北市旁边，叫阳明山多好，对不对？一下就运出去了。它那个地方可能是很荒废的地方，还有什么高山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打通这条路？你要怎么样做这个基建？然后怎么样去采这些东西？那中国现在有了，不单是有议价权，你知道。全世界品质最高的铁砂，中国占有47%，然后它可以制造出品质最优的钢，你就知道中国一下子战略的整个的都做了一些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去谈判，它有更好的钢，它可以做更精密的科技。
好，所以掌握到了这个西非最大的这个矿区哦，等于说中国大陆也掌握了整个铁矿在国际的地位，还包括它的议价权。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金融战的延伸。因为过去其实做这些铁矿砂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都是用美元来做交易，但是呢，这一回是中国大陆用人民币来做一个结算的制度正式的启动，也就是有看到几家矿业的合作，包括中国跟澳洲的矿业巨头这一家必和必拓签署了协议，接下来是用人民币来做这个结算。另外，巴西的这一家叫淡水河谷，还有澳英共同营运的叫力拓 KFNG 也都是用人民币做交易，甚至做贷款等等，冲击到美元霸权。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影响、美元的影响，还有人民币结算铁矿的影响，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可以关注的？岳老师。我们从小读地理的时候都知道，中国是个煤矿非常丰富啊，在世界的产量跟这个存量里面都是世界就超过1半以上。但中国的铁矿是极其贫狭的哈，那铁矿也不好，然后量也很少，大概只有在全世界占2%-3%而已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中国从澳洲进口大量的铁矿石进行提炼啊，因为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是那个这个西非几内亚的那边的这个什么那个他们的西芒杜的这个铁矿的品质非常好啊，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但是从澳洲来讲的话也不差，但是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完全是被绑架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有一个地方讲说，知道中国要发展基建，必须要用很多的钢铁，必须要自己提炼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所有的国际市场中采购的价格最高的就是对中国的价格。那个时候的价格搞到129块美金啊，就一吨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就情况的发生。那中国慢慢的话呢，有3个原因啊，他非常强调啊，所以自己的话呢，就跟必和必拓了，直接要求啊，就是说，要不然我们不要买了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市场大。市场大就是老大啊！你像美国大豆一样，那个中国不买，美国大豆能天天闹，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刚提到巴西啊什么的，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在巴西的话呢，整个南美洲的横贯的铁路送到秘鲁的这个前海港已经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巴西的这个铁矿源源不绝就可以运过来，而且的话呢，还比原来的航程少了20多天啊。那么这个也是第二个理由。那第3个理由的话呢，就是这个西芒杜了啊，就是说大陆已经就是牢牢巩固了、掌握了这个铁矿里面的这个来源，可以不跟澳洲买，澳洲又贵啊。那其他的话呢，这个大陆对于跟澳洲买的时候呢，也只有一个要求，就要用人民币来结算。那澳洲基本上的话呢，经过一段的努力以后的，像力拓、FMG 他们都答应了，那现在的必和必拓也答应了用人民币来结算。我跟你讲，以前有石油美元，现在有铁矿美元。在中美之间的这一场金融贸易战，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这一回呢。大陆国家的，我们来看到是习近平，他说呢要来当的是全球的黄金保管人，尤其现在呢川习会快要进行前，现在丢出了一个叫做金融核弹。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各国会不会把他们的央行金条往北京这边去送呢？美元霸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做松动？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上海这一回呢。打算透过在上海金交易所在香港这边设立一个叫做国际版的指定仓库，传出呢现在已经跟多国谈好了，那么各国有机会把他们的黄金储备转来放在香港展开国际的黄金交易，所以呢不只是像过去放在这个纽约或者放在英国，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就放给中国大陆来这边做储备呢？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也代表说过去在美元的这个霸权里面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会开出一个人民币金本位的新战场。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评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首先是来自于渣打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现在各国正在打算要分散他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压在美国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地缘政治正在加剧动荡，替代了这些支付系统新的崛起。那么大陆现在作为最大黄金生产国，也因为趁着现在阻力比较小，推进金融市场布局，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另外一位专家他这样讲，中国如果能够持有更多的黄金，那么人民币的公信力就会变得更为强劲了。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请教上志哥怎么看了。北京现在说要打造了这个全新的金融核弹国际金融储备中心，到底可不可行？各国宁可把他们的金条搬到中国大陆，也不再信任美国吗？如果川普的关税战引爆了这一场黄金去美元化风潮，这样子来看的话，中国现在的动作是在做反攻吗？上志哥怎么看？现在都知道，全世界的金价之所以频频上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所有的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大陆，全世界
中央银行，包括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买黄金哦。那买黄金的很大的原因，其实当然很多，除了包括过去是油价波动，但是现在油价影响降低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元大家后市看弱，而且包括现在包括美国的 FED 可能接下来又要准备降息，又要把很多的美金继续再加印起来，美金这个波动跟不值钱，大家要有黄金。我们现在看到是眼前的这个从投资黄金的态势，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家战略，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会把黄金？中国大陆会帮国际建构一个黄金储备的平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微妙。我也建议大家要一直持续关注，我认为这是会非常非常长久性的。首先怎么说呢？首先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看中国大陆面临的处境，除了刚刚讲美元本身的波动跟美国美债这个当中的其他的这个问题之外，现在还有2大是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部分是现在出现稳定币也就是说现在虚拟货币这件事情，现在变成看起来是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家总体的金融战略，不知道是哪个犹太天才发明出来的。特别是稳定币跟美元美债挂钩之后，形成一个除了过去来讲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之外，一个全新的等同跟美元一样的，在虚拟币里头狂吸全世界所有的资产，虚拟的而且是虚拟的跟美元挂钩除了美元之外，现在没有其他国家的货币用虚拟币的部分挂钩，现在吸已经据说吸得蛮厉害，像东欧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很多的国际贸易开始私下的从稳定币这个虚拟币开始走了。这几个月，单单这半年当中，已经吸掉了，据说有几千亿美金的规模。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要发展部分，要重新建构一个实体货币经济。传统以来几百年来，大家都是货币都是跟黄金挂钩，所以当现在美国手上有这个美元的武器跟稳定币虚拟货币的2大武器的时候，中国大陆有必要重新扣紧以黄金为全世界公认标准的这个部分的平台。我想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去美元化，过去来讲都觉得人民币要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快。所以首先中国国力先是去美元依赖化，再来是去美元美债的体制依赖化。人民币其实过起来大家觉得好推，没有，它现建构一个黄金的这个中介站，让大家紧扣黄金，而且人民币跟黄金，包括未来可能人民币会升值，作为整个中国大陆国力的提振在这个当中稳并附着之后，用人民币跟黄金建构这个强力的支撑之后，跟美元脱钩，跟美债脱钩，跟虚拟币尤其稳定币脱钩之后，这个跟全世界的经贸往来再用人民币结算，它就整个是在黄金的架构之下。也就是说，透过掌握黄金跟全球建立平台来去美元化，而不是像过去来讲拉抬人民币去美元化。这个部分的思想，我想其实中国大陆从2019年川普当时2017年执政开始，从打华为的2019年，从2022年超过几百家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包括国企全部下市，阿里巴巴、腾讯一路下来，包括俄乌战争的经济制裁到现在，包括去美债，整体来说，中国大陆做这件事情，包括黄金，已经进行将近10年了。好。所以大陆的长期战略在经济上面，在金融战上面，去美元、去美债，然后它要特别强化的就是包括了黄金，还有特别强化就是人民币的交易。所以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大陆这一切的动作早就已经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呢，它持续的买黄金已经多久时间了？达到了10年的时间。那过去11个月也是都是连续的买进增持黄金的，撑起它的金融的底牌。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大陆是全球第6大官方的黄金储备国，所以现在每个月仍然在持续的加码当中。尤其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川普4月份打的这场关税战，让大陆更有决心要去美元化。我们看到做了哪一些的一系列动作？中国在从4月份开始抛售了至少500亿美元的美债，还计划持续的出清剩余的部位，并且把原本放在纽约联准会的这个2000多吨的黄金全部的搬回北京跟上海。本来以为只有中国做
做这样的动作吗？没有。我们看到，在北京准备要撤军之前，德国就已经在考虑了，要把存放在原本美国这边的1200吨黄金也运回到德国、欧洲自己的境内。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开始对美国不信任了，因为川普不断的对欧洲疯狂的加税，而且干预联准会的措施，都让欧洲开始正式的怀疑：黄金放在美国是真的安全吗？刚刚讲的金价确实一直不断的在创新高。我们从2005年开始看哦，到现在2025年几乎一路的在往上窜，到了这个3月份的时候已经到达了$3000，但是现在一度是触及到了$4000大关，又下来一些些。那么各国黄金的增持量，我们也等一下会做一个关注。现在以俄罗斯增持的量是最多的，从300多吨一直上升到2000多吨哦。那么中国大陆第2名，那可是如果是在减持的话，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是美国第一个减持最多的，接下来是德国跟法国。接下来我们要来问大使怎么看了。川习会在即，这一次北京用黄金来说话，这是经济外交最后通牒吗？同时，习近平他这边疯狂的卖美债、囤黄金，是准备做一个金融战的反攻吗？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对美元的依赖它是采取一个比较渐进的一个做法。它第一个这种比较渐进的做法对中国大陆也比较有利。那你要立刻就是说跟美元是霸权进行宣战的话，那第一个你要别人也要跟你一起来那另外一方面，你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那因为这个一个货币它建构最主要是什么？一种信任跟信心，而且它在实体上交易的时候的它作为一个交易工具的时候，它的流动性是如何？美元是完全流动性人民币没有100%的流动性人家为什么持有美元？美元你要买要卖快得很，对不对？你大量的美元，你在任何地方买卖你都是很方便的，这叫流动性。货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你要成为大家愿意使用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流动性要很强。那可是问题就是很多大国的话，他也不愿意让他自己货币被别人掌握太多，来炒卖他的货币，造成他的经济的这个怎么样波荡啦。那所以现在你说人民币要完全跟美元产生一个怎么针锋相对互相抢夺国际主要这个流通货币的这个地位的话，人民币目前还不具备这个过程。而且中国大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这个贸易国制造国它需要大量的美元作为支付的工具你现在你说我付人民币给你，人家还不见得接受。对，本币交易是中国大陆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用，跟它要消减美元的国际地位的中间一个方式而已。本币交易，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数位人民币。数位人民币的话，也是可以不要透过美元，然后让这个国际贸易中国大陆国际贸易可以顺利的进行。要不然的话，你不够美元的话，你的国际贸易你没有美元来支付的话，事实上很多贸易会很困难的。第三个现在就是什么？储备黄金，加强储备黄金。某种程度上来，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其实人民币为什么要放在很多手上中国大陆抓了很多美元？其实美元也代表一种什么？一种锚定的功能。人家信任你这个经济，信任你这个货币，是因为你手上有很多美元。那美元今天这个地位不是说一朝一夕造成，它很长时间造成。对，你要撼动它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多管齐下了。所以增加黄金储备的话，也是一个方式。第一个分散风险，第二个你多储备黄金的话，对于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也会增强。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大陆并没有说要跟美元进行立刻摊派式的这种斗争，并没有这个情况。好，在这样子人民币增强、态势国际的地位之下，美元霸权会不会间接的转弱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那我们也先来看一下现在的金价因为各国央行现在疯狂买金之下，美元信任被掏空。我们看到近10年金价可以说是翻了3倍，疫情期间冲破$2000，刚刚讲了嘛，在3月冲破了$3000，到现在近$4000左右。那央行的部分，全球的黄金需求中，央行买盘占比高达1/5，是远超过2010年那个时候的1成的。干哥怎么看？好，现在美国跟日本比较具有规模的投资人的话，他们现在都在做贬值交易。什么叫贬值交易？就是我不买法定货币了啦，
像比如说美元呐、英镑啊，我不买这个。我虽然不买，我抛掉一定是贬值嘛，对不对？没关系，我不要了，我干嘛？我就去买黄金跟所谓的比特币啊。那这是一种过程，但是他们看好，为什么？金价已经到了每英两$4000了，还会不会再上去？刚才上次已经讲了，这可能还会再上去，再上去就不得了了。那这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现象？那国际其实金价市场它其实受到政治因素的波动其实是很大的，但是连10年来它都可以涨。那你就可以从2020年那个疫情开始，从2000到现在变4000，不太久才5年的时间它就翻了1倍了。那10年来它是总共是翻3倍。这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说，究竟黄金是不是一个可以被依赖的？因为你连白银都跟着上涨，每英两$50啊，白银从来没有那么高过啊，对不对？因为白银的供应从来不是问题。可是现在大家就看到说，现在各联邦，就是说各国的中央银行，他们都是以黄金作为主要的那个准备来源，总共占全世界15%是各国央行所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金价只会越来越上升。为什么？很简单，破了$4000，就是因为川普他今天做的倒行逆施，害得各国更加的恐慌。所以中国他现在在布局啊，在香港啊，他必须要成立第一个啊，设立首个国际版的，就是说储存金条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它可以说服一些跟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我就看中国怎么样踏出这第一步，比如说像巴西啊，比如说像金砖这些国家哈。那你说这些国家如果说他们都愿意跟中国志同道合，那就可以开始展开去美元化的第一步。但去美元化，像大师讲，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信任，对，很简单，信任感。你怎么让我们有信任感？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你光是从两岸关系之间，你让台商可以自由汇兑贸易，从这边开始建立起，好不好？我今天讲的很直接，台商以及到这个大陆当地旅游的台湾人，或者是暂居在大陆当地的台湾人，他们能不能有这个自由，这个在这个大陆开户或是提取现金的权利，到现在是没有的。我觉得大陆这方面应该中国要从这边着手。让大家取得基本的信任，你将来的去美元化，去建立对抗美元的那种国际战略布局，才有可能会慢慢的接近成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为了对抗来自于中国在稀土上面的限制，现在川普双管齐下，他打的就是稀土战，同时也打粮食战，两个重要的策略。第一件事情在产业上，我们看到他把他的战略产业全部都是国有化了，尤其他特别宣布了，美国的7大关键产业接下来都会由政府来做比较严格的管制，从稀土相关到半导体、药品、钢铁，全部纳入在战略的管控当中。因为贝森特是这样讲的，他说面对像大陆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是属于非市场的经济，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实施全新的一个产业的政策。美国这一招被视为是真的吗？是学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学得来吗？打得赢吗？今天也会关心。第二件事情是美国的第二招，它设定了这个价格下限，为接下来的稀土、钢铁等原物料设了一个所谓的保底价，防止大陆用恶性的低价来垄断市场。这是来自于美方的说法。他说，北京过去20年就是靠这样的手段降低价格，把这些外国的竞争者都赶出了市场。如今美方是要反手来封杀这一种策略，所以最新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在今年7月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美国去入股了 MP Material 啊，这个国防部跟这间公司7月签下了协议，政府除了入股之外，还有设定了这个下限的价格保证金，还有会规定一定会做长期的购买，等于是美国正式进入国家互矿的时代了。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川普一边是骂中国大陆的非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把这些国有化入股、价格下限全面的来控制产业。
这个不就是大陆的那一套资本市场国家主义吗？美国学得来吗？聂老师怎么看？对，我跟你讲，我从小大家就有讲过，当你共产主义走到极端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走到极端就是共产主义。真的，现在开始这个 chemistry 正在发酵。我先讲一下 Besant 讲的说，中国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请问定义一下 definition， 什么叫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吗？还是什么？我跟你讲，中国也没有市场，也没有非市场经济，他们叫的市场经济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他们是共产世界，他们由集团决定，他们的5年计划就规划未来，所有东西稳抓稳打，这步步为营。你要学它很难学啊，所以你要学它那招太难了。我现在讲，他有招学招。他不是一直在打西洋拳吗？那个拳一直打，而且那个拳很简单，就一招叫做 tariff 关税。他现在又多了几招了，为什么呢？他发觉只打关税打不赢，那个拳打了人家逆来顺受，太极拳一下嘣一下又回去，突然一个稀土招，突然一个锂电池招，未来还有这个硬材料招，他会吓到，所以他说我们要从别的地方来做，学他们。可是你要知道哈。今天呢，它原来是主打者。以前这个我讲对岸我们的中国，它是从1.0版到2.0版是被打者。被打以后呢，当然它忍气吞声。我觉得现在他们以牙还牙似的奉陪到底以后呢，他们招式很多都隐藏性的嘛。你知道神秘最美，很多东西美国看不到。他一招一招出来以后，美国才发现 tariff 关税打不动，其他的用霸权、霸道、霸凌也做不了。去用我们的友邦联盟，其实这还是有效了。像巴基斯坦最近就是出卖了这个中国嘛，对，你知道这巴基斯坦出卖中国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他把技术出卖，所以中国才会丢61、62号公报。这个公报除了要抑制美国，主要是克巴基斯坦。好，现在重点就是美国发现不对，所有招都不用，只能用它的经济招式。可是这招矛盾百出。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叫价格下限？你要对稀土科价格下限。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需求或供给产量的价格弹性。请问一下，如果价格弹性很低，就是价格变化了，它还是需要的东西，你设下限干嘛？像稀土。美国不需要吗？设下限一定要卖贵，不要买你稀土，稀土不要进来。美国不想要稀土吗？美国不是想要稀土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说明，美国真的是经济学家到底到哪去了？这财政这个 Besant 到底是学什么的？那政府这个首领这个川普不要讲了，他随便就抓了一个关税很奇怪的数字，一个不合理的作弊的模就出现。我现在要讲的，他这个是错误百出。第一个，什么叫做价格下限？你只能说对传统产业，像电动汽车，中国真的是已经当品到全世界，这个那么严重的，当然这个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大，就变一个价格你就会。不要这个才要自己嘛，或者设下限不让你进来。你对半导体、对稀土设，这个其实有违反我经济不管说我是不是专家，一个学理的一个基础理论啊，我觉得很怪。所以美国现在打的我都觉得听不太懂，除非是媒体啊这个转翻译错误。那么当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哈，我就在想说。到底美国现在学中国想学哪一套？因为中国学美国学得很仔细。你看光那个晶片在华为的时候刻它，只要有这美国技术的0.1，它就颗粒，它就学你一样的嘛。稀土只要它0.1的技术就颗粒。那这美国刻了港口费，对不对？发觉全世界船都是它的，就刻它的特别港口费。中国也会学啊，就来了一个，你没有船没关系，我刻你。大部分国际的资本市场的资本家的事业都是你有美国持股，只要超过25%以上的美国企业持股的船运一来，美国全部都傻眼，每一招都被打，这才叫学习。你现在学的又学的四不像，所以你说他这个资本主义要走到什么未来，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川普现在有点慌了，他找的中心内阁也都不是很专业，因此他的中心内阁在拟定出的政策可能没有那么的有经济基础、经济学理论，去给一个最好能够让他们不管是打赢或让世界的经济能够和缓的一个好的政策。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这一次是有样学样学中国，这不过是学的四不像啦。那现在针对稀土还设了下限，希望能够独立，真的做得到吗？尤其是晶片技术现在掌握在大陆手里，厉将军怎么看？那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川普发现说很多的他国家安全的战略的产物必须在国家必须要适时的介入，跟这个具有它的股权。我们从 Intel 来讲，美国也要参加股份哈。那这次稀土来讲，它也要参加股份。那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哈，就美国开始要加入这些国家产业。但是你稀土这项东西哈，你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够完整的提炼技术？
那我认为说是中国稀土的提炼是从邓小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研究这个稀土提炼的技术，所以那个时候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哈，这个美国有晶片，我们有稀土，那时候他就讲过这种话。那反观美国来讲的话，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认为稀土提炼具有高环境的污染，那时候他就停止。那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大家评估，如果说是美国在稀土提炼的技术，那不管从开设工厂到提炼的技术哈，真的能够达到中国这种提炼精炼的水准，那可能要有10年的时间。他们是依据他们2015年提炼到现在。那之所以说美国将稀土设定价格下限，也就是说你要买这个稀土来讲的话，最低你要多少钱来买？我觉得这种行为在商业上面来讲的话，等于是说挥刀自宫，自己这个断了自己的生路。以后这个你要相信，这商业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是自由市场，一定是说这个什么地方便宜，我跟什么地方买嘛。那你美国自己设定自己的价格的一个下限，那你是不是要求自己一定要用比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个相关的稀土？关键是说你设定这个价格，你都还不见得买得到，那更何况说是你用更高的价格。现在我觉得稀土这一招大概已经将美国打得很痛。然后美国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他后续来讲，川普我们看到他态度已经放软了。究竟在月底这个习川会到底会不会谈到这一块，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刚刚看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税战，重点之一就是这个稀土战哦，打得如火如荼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粮食战。粮食战的方面，大陆去买美国的大豆嘛，从7月份开始是直接降为0啊。那美国的这个农业已经损失了大豆至少数十亿美元这么高的金额，川普在这个时候就痛批了大陆的行为叫做经济敌对行为，所以他说了，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就是针对你跟你中国大陆的食用油的贸易，我们要完全的把它给全部中断。尤其其实呢，这个豆农啊，美国的豆农是很痛恨大陆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的，因为2024年的时候，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食用油创下新高了，引爆这些中西部的农民怒火，他们抱怨大陆抢走了他们的市场。所以呢，这一次川普祭出这样的一招，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为了自己的期中选举的选票考量，所以做了这件事情，让农民可以高兴呢？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大陆在粮食战上面是有一些为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现在到年底到明年初，大陆其实还是需要大量的黄豆的，大概达到800到900万吨。但是呢，两个重要国家，第一个美国，它现在跟他打贸易战，不能跟他买嘛。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巴西豆的价格却是不断的每月几乎都在升高，所以现在只能靠阿根廷或者是中国大陆自有的国家储备来撑场。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从稀土打到粮食，到底谁的底子比较厚？接下来大陆在黄豆方面会怎么来做因应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粮食不对称作战，不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是买方，我认为买方占据上风。那中国大陆都向美国进口蛮多的。那现在美国是卖方，我认为卖方目前占据下风。中国大陆每一年向世界各地进口9000万公吨大豆，我们看它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在去年呢，它是向中国大陆向美国进口了，我们讲钱好了，126亿美元。对，我们现在买大豆126亿美元，买了2700万公吨，对，等于起码非常多的。那现在，那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没有买。我们看现在是10月，我们看9月中国大陆买了1287万公吨的大豆。但是没有任何一公吨是买美国的，巴西、阿根廷，是这样。那美国就急了，因为到11月的时候，整个大豆都还是现在满坑满谷啊，对，都没有外出去啊。中国大陆是买方，我就是不买。那不买的话，中国大陆总要吃啊。我认为中国大陆有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它第一个用进口替代，他就找阿根廷就好了嘛。当然会贵一点，但是炒阿根廷，因为巴西买的差不多了，那买阿根廷。那我进口替代市场，我就不买美国，因为在贸易战大家继续要打奉陪到底，那我就买阿根廷，我就是不买你，是这样。我认为进口替代有可能。第二个，中国大陆会认为啊，我们所说到的粮食替代，不见得大豆，有些东西饲料用玉米就可以了，用小麦，还有大麦，还有燕麦可以了。我们这样子，我们大豆少用一些，粮食不要用大豆了，通通都用这个玉米来做这个我们讲这样饲料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就讲到的，
它是粮食替代也减少大豆的这方面，中国大陆不会因为这样就低头了。那这个我们讲进口替代完美粮食替代，那第三个呢，它可以饮食习惯的调控，我们可能少喝点豆浆，少吃点豆类的产品，然后可以我们可以吃其他面粉啊，什么米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因为美国也不进口中国的我们讲的食用油，对，就是大豆油啦。对，那我刚好你不用，那不用了，我大豆也少买一点了，因为你不，我这个大豆油市场已经变少了，为什么？美国不买了嘛，那我也不需要这方面的大豆，所以中国大陆开始做宏观调控，这宏观一调控之后啊，还真的忍下去了。忍下去等谁倒霉？卖方倒霉啊，是美国倒霉啊。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买方占大豆市场的上风。好，打了半天，中美之间毕竟还是中方还是这个买方，买方永远占上风，可以做战略上面的调控。同样的问题再请教姚老师，又怎么看？我们讲中美的新冷战，我觉得现在已经确定进入到中美经济冷战，也就是中美现在在经济跟相关的层面呢，进行到全面的竞争对抗。我们看之前有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那贸易战就是关税战，从川普1到拜登，然后呢，川普2的时候呢，对全球的关税战，但是以中国为主。然后呢，科技战应该是说现在中美竞争对抗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因为科技可以有新经济，科技也可以带来新的军火的这个技术。可是我觉得现在多了2个战，一个叫资源战，一个叫做产业战。资源战，中国大陆用大豆、用稀土，可是你觉得是他首先在打资源战吗？美国的232条款就是在打资源战，也就是钢、铝、铁、木材、制药，那现在又扩大到我讲的第4个层面，产业战，也就是说美国讲的7项就是战略性的产业，包含 AI、半导体、稀土、能源、军工、还有这个清洁能源之类的这些领域，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就是争夺。那美国现在要扩大到一些它的盟邦尤其在反制稀土这个层面，我个人觉得中国大陆在稀土这个领域它现在敢这么打，也就是因为它要反制，而且呢，它已经有底气。反制是为什么原因？中国不吃这一套嘛，跟你谈了4次的高层的会议了，结果你还是不断在9月以来在对中国做施压、制裁、常备管辖，所以呢，中国要反制。可是过去如果是被你压制的部分呢，其实反制对中国也是一个内伤。可是现在他觉得他有底气。你看这些科技战的层面的半导体的设备装置，新凯来，深圳的新凯来代表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在这些领域我已经可以反制你，有底气。那它的稀土层面呢，有几个优势。第一个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时间优势、人才优势。所以最后你讲到刚才思敏提到的这个食用油，美国用食用油来反制，这是误解，是叫做 used cooking oil， 那就是叫做 UCO， 那个是回收的食用废油。美国进口之后，这很大量，因为中国太喜欢用油嘛，所以大量的出口到美国做什么呢？做生质燃料，做什么呢？农业机械的这个燃油。所以美国如果不进口，那你自己受伤受损，那中国就说它有反制，它有底气。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进入到了一个经济冷战的这个新阶段我个人觉得是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循环，越来越激烈。